情况，各位请看。我跟他在一起有3年了吧，然后在这3年里，我觉得太没有安全感了。因为啥呢？就是他在微信里面总跟一些女孩聊天，聊得特别好特别好。然后有的时候你看现在他都30多岁了，将近30岁了，然后也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就我对他真的太失望了。平时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是约束我，然后呢，处处大事啊、小事啊，都非得是听他的。我这人呢，我也老大不小了，就做事情有自己的分寸。他有的工作吧，我的确是适应不了，但是呢，他老以他的标准去衡量我，就这点我挺受不了的。更让我觉得特别心凉的就是，很多时候他真的特别不顾及我的感受，就是说什么他都不带听，然后就感觉自己交了一个假男朋友一样吧。然后很多时候，你看现在我都快毕业了嘛，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他相处下去了，特别困难。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小高29岁，来自辽宁，美发师；女嘉宾小刘22岁，来自辽宁，学生。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你好。咋认识的？我们是他在我大学开店儿，哦，然后我去他那儿做头发，找兼职，然后我们就加上微信就认识了。哦，这咋了？就是在跟他相处，基本上1个月左右吧，我就发现他在手机上就经常跟女生聊天，聊得特别不正常。不正常是指？就是比如说有一次吧，他在手机上聊天，一个女孩说嘛，啊，我现在单身，你能给我有合适的，能给我介绍一下吗？然后他就跟人家女孩说，啊，我身边合适的，我差不多就我吧。我身为干美发的嘛，每天接触这帮女性顾客，有一些暧昧话，我感觉很正常。他有的时候还会说，这问清楚啊，就是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就是那么暧昧。有的时候他会说，那个你今天做的美甲真好看，你做的发型真好看。我说你一个弄头发的，你看人家头发就行了吧？你为什么非得看人家指甲？为什么非得是看人家的衣着？难道说顾客过来了，你让我去夸夸夸给人怼回去吗？行吧，这问题你可以不用跟他纠缠了。我们基本知道他的这个价值观到底是什么了。还有别的事儿吗？就是好多事儿吧，他都是有一个不正常的习惯。就比方说，他平时喜欢骑那个摩托。我骑摩托有错吗？一，我有驾驶证；二，我有牌儿。然后呢，我又没上高速，我身边的朋友都在骑摩托车，特别是我平常工作了一天，累咱且不说，有时候被顾客埋汰，被顾客训，本来心情我就不好，那我喜欢晚上出去溜溜溜，释放嘛，很正常，谁都有一个个人爱好嘛。那我的爱好就是骑摩托。但主任你知道吧？他骑摩托出过事儿，车前面的一个板子他就掉了，卷到轱辘里，他就把他甩出去了，然后就把他甩出。我就说嘛，我说后边得亏是没有车，后边如果有车的话，你说如果从你脑袋上压下去怎么办？你还能躲过去吗？这个纯属是点背，人要是点背的话，我骑不骑车？你看总是这些歪理。我骑不骑车，那该出事儿也得出事儿。而且不光是安全问题，他本来吧就不太喜欢去，就是按时按点上班，你知道吧？他开店的时候，第一次开店失败了，黄了；第二次还是黄了。开的什么店啊？就是也是一个美发店。哦，哎，这个店开黄了，是因为暧昧做的不够好，还是手艺的问题？我跟这个不发生关系。我是开过2回店啊。第一个店失败，这他只要是在他的大学里面开店，那是让人骗了。第二个店呢，是我临时接手的，是我一个师傅的店。那个店呢是又小，然后呢地方又偏，但是最后呢我没挣钱吧，但是也没说赔钱，这么个情况。啊，行了，了解了。但是我觉得你说你开这个店吧，你本来你就失败，就证明你不是这块料了。你不管什么客观因素吧。那我去大公司啊，还能？那你肯定得去大公司。你看你现在多大岁数了？你现在将近30了吧？你没有存款，也没有房。我也不是说管你要这个存款，但是你得有这个心呢。就感觉你看我现在我是大学生是吧？就是我毕业之后嘛，我就感觉我就一定要去找一个就是靠谱的工作。我1个月能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我会把一些钱嘛存起来，然后为了以后发展。首先我原来告诉过你，我选择美发是因为什么？它是一种艺术，
艺术本身它就自由自在，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你让我去大公司、大企业去，那你约束着我，约束我衣服啊，约束我的言行举止，我什么都做不了，那我何必去呢？你总是用你的思维、你的要求来衡量我、要求我。有些事你能做得好，但是不代表我能做得好，对吧？人都不是万能的。这也不是我的思维，这是所有人都是普通人的思维，不都是这样吗？你老这么想，那好比说，你平常在你这个大学圈子里面，是吧？老找一些临时的兼职，有时候呢，你会带上我去，我去就去吧，去了我感觉我干了干不好，干不好呢，我不可能说勉强自己干吧，我勉强自己干，我干不好，干砸了，算谁的？我走。然后你还生气？你连尝试都没尝试。我怎么没尝试？就我之前在我那个大学圈子里面，有的时候他换工作，或者是我休息的时候，我就找那种一天一干活的，就是一天一结账的那种，能锻炼锻炼。但是呢，每次他就是干不到一天，干不到一会儿，他就给我撂挑子走人。就有的时候，你看我跟朋友求朋友，我说你把你这个活给我，我一定能给你干好。然后我还问他了，我说你能不能干？他说啊行，我能干。然后对呀，到那儿去了，哎，人就不是这脸了。到那儿去，人就说，哎呀，这个活我肯定干不了，你不能强求我干呐。本来嘛，我答应你了，那我就去呗。那明明干不了，我只能是硬着头皮干。我跟朋友找的兼职，到时候你撂挑子走人了，那我怎么跟我朋友解释？你什么事儿，我感觉都不在乎我的感受。我哪里不在乎？很多时候，主持人你知道吧，他就是喜欢出去抽烟。就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去吃饭的时候，然后呢。我吃的比较慢，然后他吃的可能是快点，然后有的时候就他吃完了，我还没吃完，我搁这吃，他就说啊，那我出去抽根烟吧。你说一根烟能多长时间？一根烟也就5分钟10分钟呗。然后那你说你站门口抽就行了呗，但是他就每次都要走很远很远，把我自己扔到那儿吃饭，就30分钟40分钟才回来。有时候烟瘾犯的时候吧，很难受啊。出去呢，我抽一根烟可能不够啊，我会再加2、3根。那一根烟、2、3根烟的时间，那肯定有长有短。对呀，他就老因为这个事我不陪他。你看别人家男朋友全是我去哪儿都恨不得都陪着。你们东北有句小品说的特好，姑娘长点心吧。我感觉你这个想法吧太幼稚了。你2个人处对象嘛，都不可能说是时时刻刻都要在一起，24小时黏着。你也有你的事情要做，我也有我的事情要做，是吧？你就好比说，你现在上大学，你将来毕业了啊，你的父母呢建议你在沈阳参加工作，而我的工作呢是在我自己家抚顺这边工作，那我不可能说我抛出我这边30年的科研量的发廊。那我父母建议我在沈阳工作，也不是说我非得就在沈阳工作了。你看，就沈阳跟抚顺之间，它就是隔了一条河。你确定能决定得了？那我怎么不能确定？那我父母又不是说不近人情。再说以后去哪儿工作，也是我自己主要的想法。我就觉得你觉得我幼稚，但是我觉得你也有点幼稚吧。我现在大学就是已经没有课了，就是他们去实习，然后我可能是留校，然后我就自己去找了一些兼职，他不让我去，我就兼职或者是我出去历练一下，他都不让我去。去行，兼职可以，但是你也太拼了吧！我本来我1个月公休就少，是吧？就这么撇点1、2个公休，每一次等我工作下，有可能赶上你兼职，你根本就没有时间来陪我。那与其这样，我还不如说不让你去那兼职呢。那我现在大学马上就要毕业了，那我现在我可以去社会上历练，我可以去。你现在是大学生吧？大学生你就应该过上一个学生过的日子吧，没有必要那么拼吧。将来你毕业以后，有的是你拼搏的时间吧。那我马上我就毕业了，那我马上毕业之后我找工作，跟我现在工作有什么区别呢？你挣完钱以后，每次给我花钱，你知道我是什么想法不？知道别人怎么看我不？以为我养不起你呢，还得靠着你那点兼职的点钱来去给我花钱。你看你花我钱，那等你月末结工资的时候，我不还是要花你的钱吗？这不一样吗？那谁花？那就只花你的钱，就我1分钱都不许挣了呗。以后再说以后你工作了，你愿意怎么花怎么花钱。去哪儿工作吧，聊聊未来吧，姑娘。我感觉他将来应该去我店里面，他本身学的是会计。他去你店里？他没有必要去
出去以后工作肯定还得从头做起。是。我打算，那我一定是他家在抚顺嘛，他父母也在抚顺，他父母身体也不好，然后他也不可能说跟我去沈阳。但是我觉得抚顺他也不是说一个工作都没有。你的想法是要到抚顺？对。干嘛去啊？真到他那店里去做会计啊？那肯定不可。那你说我做了4年大学生，我到你这个店里去当会计，他每次他都跟我说啊，我们以后一起开一个夫妻店，然后你就不用那么拼了，然后我是主负责干活的，然后你就负责算账就行。这不挺好吗？没毛病。但是我觉得你都不是开店这块料，你为什么非得开，还要拉上我一起开？我就问你一句吧，我真打算让你将来跟我一起开个店儿。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虽然说我不想再磨叽了。那你就确定就非得开你这个店吗？咱俩刚才也分析了这些事儿，在家里也分析过，是吧？今天为什么来这？来这我不是说跟你吵吵把火来了，我是来解决问题来了。我也不是说非得说是别的，但是你看我自己的专业。人家问你呢，要不要开夫妻老婆店？这不就最后通牒了吗？开还是不开？那我开还是不开？考虑一下，我不知道开不开。你不是这块料，我不是你当时喜欢他什么呀？就是他喜欢你，我猜想得到是为什么？就是你喜欢他什么姑娘？就是我在之前的时候，他是我第2个男朋友。我第1个男朋友吧，就是对我比较不太好。自从认识他以后吧，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包括到现在，他也没怎么变过。他就是对我特别特别好，就有的时候吧，可能就是他发了工资会90%都会给我，就都会交到我的手里，而且就是99%好不好？差不多99%啊。然后其他的反正就是他把钱都给你是吧？对。哦。因为我也不会花，我钱给我了，我肯定是给我们俩花，我自己也不会去买什么东西。但是我这一点，我觉得他跟他在一起特别有安全感。你学的是会计专业？对。挂科了吗？太不容易了啊！就你这账算的都不对呀。你真心喜欢他吗？你为什么真心喜欢一个男人，要在这么大的公众场合不停的来刺伤他呢？我想让他有这个上进心。不是，他不是也挺有上进心的？就说我开一家美发店嘛，这就是他的上进心啊。为什么不行呢？他就开好几次，他开不成。哎呀。所以各位老师看看应该怎么帮助这对年轻人吧。沈老师，这个有人说啊，这个缺乏安全感是最常见的妇科病。其实我觉得女生你特别缺乏安全感，但是你刚才还当着大家面说他给了你安全感。但是我细数一下啊，首先这个我想问男生，你知道什么叫安全感吗？给他一个保障。安全感是种感觉，是种稳定安全的感觉。但是呢，很明显在你们俩的交往中，不管你是从事业上来讲，还是你的社会与人相处的关系上来讲，你都没有给到他安全感。你在你做美容美发期间，你说跟客户的关系叫暧昧，我觉得你语文学得很不好。你知道暧昧是什么意思吗？说一些甜言蜜语吗？首先，暧昧是介于友情之间，但超越友情，是一种特殊的男女关系。现代人更容易把暧昧理解成不可以公开、见不得光的感情。所以我觉得，你说对顾客聊时尚去维系感情，对吧？甚至过于谄媚，这都能理解。但你非得把你说你跟顾客之间是种暧昧的关系，我觉得女生也是上过大学的，谁听了不别扭？对吧？我觉得这是你没有给他安全感的地方。第二个，骑摩托车，我今年40了，我也骑摩托车，我太太还想跟我学骑摩托车，但是我是建立在去安全的场地，这个穿戴整齐。您好，您说是压力大，想出去发泄一下骑摩托车，你一脚骑着摩托车出去，他这心就悬着了。这是一个男人给女人安全感的做法吗？不是，对吧？还有说女生兼职。他22岁走出大学校门，面对社会做好准备，努力兼职，这该表扬鼓励啊，对吧？你怎么用那么世俗的男女观念说你花了他的钱多没面子，又不给承诺，表现上又不够努力，谁能有安全感？再给他1年试用期，看1年，
这一年改造好了，给了安全感，咱就跟他过下去；给不了，解约。好吧，来，沙大老师啊。二位好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对自己的身材有一些自卑，对吧？即使我们对自己的自身的某一方面不太满意，我们也要明白，每一个人都不是完美的，我们都有自身的一些自己不满意的地方。但是自己不满意的地方，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让它慢慢变得自己满意，而不能就此认为我就这样，那我就降低要求，放低标准。如果这样的话，你一味的委曲求全，你永远找不到一个真心对你好的男人。你连暧昧都能接受得了，在这段感情当中，你还有什么接受不了？但他每次都认错了。什么是他说的谎话？什么是他的真心话？你分辨不出来吗？我相信你是一个很聪明，而且懂得自食其力的女孩，你没有哪儿差。你没有什么地方不值得一个男人好好的去疼爱，关键在于你要先自己疼爱自己，立清楚自己的底线在哪儿。如果你一味的纵容，一味的忍让，你暧昧你的，只要你认错就好了。那之后跟他一起结了婚，你出轨1次、2次、3次，你只要认错，我就能再让你回到这个家。这样的婚姻能继续吗？这样的爱情是正常的爱情吗？所以今天我更多的是想劝你，建立一个更新、更好的自己，更完美的自己。这样当你有了自信以后，你就有了更多的选择权。当你有了选择权之后，你就能找到一个真正属于你、爱你、疼你的男人。明白吗？好吧，祝你幸福。好，谢谢沙大老师。来，博红兄，男生，你开美发小店，和自己的女顾客加一个微信，这很正常。但很显然，你无意有意当中把这种生意关系转化成了一种暧昧关系。你认为通过这样的方式可能会吸引住这一些客户，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你这样的一种手段是不是有一点太下位了？还有，你认为是开玩笑，如果对方当真了呢，你怎么办？所以很显然，你的底线意识、你的边界意识是存在着问题的，你的三观还自己要考量一下。你的女朋友马上面临毕业，你又让她也从事美发行业，和你一起开夫妻店，这一点你就显得有一点霸道了。沈阳和抚顺之间的物理距离并不远，找一个折中的办法也并不难，但我看到的是你们两个人内心的心理距离有点疏远了，这是你需要去正视的。所以从这一点来说，这个男生因为比你年长，他进入社会时间早，他有他的阅历，这个阅历的背后有很多的透出给我的是自私，你要修正的是自己的这一个自私，懂不懂？懂。好，谢谢博红兄啊。来，涂老师，你说他把钱交给你，你很有安全感。我问你，一个男人交钱给你和跟你交心，哪个更重要？这还要想啊，你这傻姑娘。但是我觉得他把钱都给我了，就不会再给别人花了。是，但你要想啊，他把钱交给你，却反过来还要用你的钱，他那是交钱吗？他那叫抛砖引玉呀。但是他给我的比较多而已。好吧，看样子三观不是他有问题，是他三观也有问题，对吧？你认为一个男人把铜板都掏干净了交给你，你认为给你钱花，你认为就有安全感。无论你花与不花，财政权在我这儿，我认为我就有安全感，是吗？那倒不是，就是因为我也出去做过兼职嘛，就是上班很辛苦，他舍得把这个钱给我，我就觉得挺好。那我想告诉你的是，如果一个男人把钱放在你那儿，心却不在你这儿，那更有问题。
由此可见，你有多么的自卑。踏踏实实过日子的女人就是美的，大家说是不是？我再问你一点，暧昧、打着自由的名义的自私，以及不求上进，哪一个是你最忍受不了的？这还用想啊？都挺忍受不了的。哪个最忍受不了呢？其实我觉得我最忍受不了的还是不上进。一个男人再怎么不上进，他可以改变；再怎么不上进，他可以离开你，他不会伤你的心。最伤你的心当然是暧昧了。3位老师都把暧昧解释了一遍，我再跟你说直观一点，暧昧是什么？暧昧就是不正经。难道你能够接受不正经的男人吗？眼睁睁的在你眼皮子底下跟别的女人以一种非常低级的方式眉来眼去，来获取一些生意，挣取一点铜板，然后交到你的手里，你认为你是什么？你不过就是个银行吗？他到你这儿来存，到你这儿来支取吗？你傻不傻呀，姑娘？那最后我只能跟你再说一遍，第一，不要因为自己的身材而自卑。一个女人贤良淑德很重要，自信自立很重要，不靠男人很重要。第二，如果一个男人你在他身上既看不到希望，也看不到他正直的人品，更看不到他对你的真心，你要他干什么？你明白吗？主持人那句话送给你很重要，长点心吧。女生啊，大学我们要学太多的东西，如果能学会一点是最好。我自己老觉得，如果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在读大学的时候，让我们学会了认清或者叫认识这个社会，我们的大学就真的可以毕业了。想一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是这样的吗？其他的没了，自己考虑，选择权在你们手里。我就觉着我们俩吧，相处了3年，但是感情基础特别深，你对我也特别好，但是真的有的时候，就是有的事儿，真的就是我希望你去改，而且我也没说非得说让你去改，但是你至少得有这个心去改。我就不知道你真的是每次都答应我了，然后以后又去犯，但是你能不能说彻底的去改一下呢？这3年我也想了，不长不短，过这些日子经历了那么多，通过今天，我也算是品出来了，我们之间确实有很多误会，有些事可以改，有些事其实改不了。毕竟现在你还在上学，一切等你毕业以后再说。好，时间到，谢谢2位，请回。来，请关门。来看看这一对自己的选择吧，请开门。就在一起，谁让我们相遇？以后的日子，我们一起相依。我会宠着你，我会纵容你。来，有请我们的小话筒，有请。送给他们啊，谢谢，谢谢。好了，谢谢你们，请回吧啊，认认真真的去过你们的日子，好吗？认真的面对生活，谢谢你们，请回。谢谢。